俄乌冲突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有人希望中方成为调解人，但条件远未具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田少。虽然中国在俄乌冲突中一直保持中立态度，但是又因为中俄有着没有上限的战略互信，而中国与乌克兰呢也保持着良好关系，所以最近出现了中国有可能成为俄乌冲突调解人的声音。出现这种声音呢，也不算是空穴来风，因为在俄乌高峰视频通话中，中方称赞普京不排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可能性，而梅德韦杰夫访华时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危机。在西方看来，中国表示反对在乌克兰战场使用核武器，又拒绝配合西方制裁俄罗斯，再加上中俄之间的贸易额非常巨大，欧洲就希望中国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帮助结束这场冲突。可以这么说，在中国调解乌克兰危机的问题上，中欧立场是一致的，而俄罗斯想谈判也是诚心的。但是中国斡旋乌克兰危机的条件目前并没有出现。虽然俄罗斯想见好就收，但是乌克兰还想打下去，以达成自己的目的。因此，双方在战场上仍处于焦灼的状态。乌克兰未来研究所国际政治专家伊利亚·库萨表示，中国出于某些战略考虑，愿意在乌克兰冲突中进行调解。那么这些考虑呢，包括对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安全伙伴关系的担忧，以及危机溢出效应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的担忧。乌克兰危机让美国有条件拉拢欧洲盟友，让脑死亡的北约满血复活，甚至还能增加荷兰和瑞典2个成员国。乌克兰危机恶化了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这与中国的利益是相悖的。当然，一些欧盟成员国要求扩大中国在解决冲突中的作用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新任驻欧盟大使傅聪表示，这场冲突使中国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并给中欧关系带来很大压力。一带一路乌克兰段被切断后，中欧班列的班次被缩减，和许多欧洲运营商因莫斯科受到制裁而选择不通过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输。尽管中国与欧盟对乌克兰的态度不同，但双方对尽快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一致的，这也是未来俄乌冲突能够和平谈判的唯一契机。中国当然想尽快结束乌克兰危机，欧洲也想结束，但是让谁当调解人的钥匙却在美国人手上。乌克兰政府官员认为，只有当美国有兴趣让中国参与可能的战后安全框架的谈判时，中国才有条件与俄罗斯沟通。如果美国想利用乌克兰危机收拾俄罗斯，那么中美在看待这场冲突的问题上不会达成共识，美国就不可能让乌克兰政府走上谈判桌，而中国没有条件在军事安全层面对基辅施加影响力。当前我们只能通过呼吁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促进和平谈判，但是这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换句话说，中国的调停工作将取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否准备好解决冲突，以及他们是否同意中国担任调解人。乌克兰当然希望西方国家成为调停人，而俄罗斯则不会认可。俄罗斯希望中国或者是土耳其成为双方的调停人，但这又必须得到乌克兰的同意。理想一点的情况是，如果俄乌两国再打个1年半载，双方已经精疲力尽了，如果欧洲敦促中国进行调解，中国有可能会考虑。对于我们来说，当前主要的不是立即出马调解俄乌冲突，而是要表达积极推动俄乌冲突和平解决的意愿，让各国看到中国是站在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方。总体而言，中国调解乌克兰危机有一定的可能性，其前提条件是俄乌双方真的不想打了。另外，如果中国充当调停人，那将极大的提升我们的国际影响力。对此，美国人是绝对不会放心的，必定会从中作梗。只能说，即便我们有心进行调停，这件事儿也很难达成。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